大家好，这里是魔玩小邹。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测评内容是 Marvel Legends 众筹的行星吞噬者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体型非常的庞大。那我在这里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个详细的评测。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包装峰会吧。OK，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盒子的峰会，哇，非常的漂亮。我建议是，如果拿到手不准备进行二手的买卖的话，可以把正面的这个画面给裁剪下来，然后拿画框裱起来挂在墙上，我感觉是一张非常不错的海报。但是这里呢，我有点小中奖，外包装的运输盒没有出现任何破损，但里面出现了破损。OK， 我们来看到反面。反面的话，官方说是可以作为一个行星吞噬者的背景板来使用，但我觉得这个背景板可能像素不是特别的好，而且他选的背景，我个人是有点看不懂的。他们说这是行星吞噬者的飞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玩具的主体。OK，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到吞书的本体，我们先来说一下它的配件。这个是它的一个替换头，一个毁灭博士的头。然后因为漫画我没有看过，所以我不太知道这个头的含义。但是呢，如果作为一个就是不太知道背景的人来说，平常我的展示肯定还是以这颗毁灭博士的头来作为主要的展示头，然后这个头吊就放在它的脚边，或者是其他的6寸人偶配合起来踩在它头上这种感觉，对不对？然后说到这颗吞书的头，它还有2个替换件，一个是骷髅嘴，一个是平静嘴。然后开枪的时候它其实是带着平静嘴的，但我平常展示都是带着愤怒嘴，因为我感觉愤怒嘴更有一种吞书的气质在里面，然后配合其他的6寸人偶做一些小的6寸场景还是非常不错的。好，然后吞书的配件我感觉是不多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吞书的本体。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拥有发光结构的，然后它换的电池，一个是在头顶打开槽可以装2颗7号电池，以及背后这个背甲打开也可以装2颗7号电池。但是我家现在还没有7号电池，就无法给大家做一些发光结构。然后2个地方都是有触发点的，然后头顶的触发点是在这儿，发光点是在这儿和这儿，还有耳朵。然后胸口的话是有一个灯，这有一个发光点，然后背后是好像是没这有发光点。然后还值得一提的话是它胸口的，点一下胸口的发光点，它其实可以上下联动的，它脖梗的连接处是有联动机构的，然后它上下的灯组可以做到同样的频率闪烁常亮。然后它其实也只有一种模式，我看介绍只有一种模式，先是频闪，然后常亮，然后这样一个循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吞书本体的一个表现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其实它的头上的涂装我感觉还是有一点金属感在的，反观它身上的这些大块的软胶反而就没有一些什么金属光泽在里面。比如说这块裙甲，它还只是做了一些分件，但基本上都是大件的软胶。同时我感觉这个软胶也是有点限制它的可动但这么大一个人偶，我感觉平常也不会有太多的可动，它大多数的可动我们可能做动作只是在它的手臂方面。然后我们看看背面，也可以看到孩之宝是给它还是大片胶衣然后内部是塑料，感觉穿了一件毛衣一样。哇，把玩起来真的是还是蛮累的，因为很重，是个健身玩具。然后它的脚也是有可动性的，但是我感觉它的接地性不是非常的好。这么大重量的东西，我感觉脚踝要是脚如果再做得大一点会更好。然后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其实是它的手，它手上的这个涂装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他手指的这个可动。当然这个待会儿我们在做可动测试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说。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测评可动的环节。OK， 我们现在开始来测试拔叔的可动性，吞书的可动性。首先是它的头部几乎是没什么可动，左右可动还行，上下就没有什么可动，因为大家也知道它里面是有一个灯的那个联动机构在里面。接下来是一个测评局，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我感觉这么大的一个人偶能做到这样的可动，我个人觉得可以的，因为平常你也不太会把玩。然后接着是手臂其实只能到这儿，然后这个手是360度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我感觉他做的最好的其实也就是他的手，他的手指可动，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灵活，他平常也可以把一些小的6寸人偶啊这样捏在手里，我感觉都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看他的大腿可动，大家可以看到他大腿的可动，其实我感觉是被这个裙甲给限制住了，其实他只能在裙甲这样的一个小范围里面活动，但其实真正的把玩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因为我不可能把他的脚抬起来什么，那可能需要一个很大的支撑物才能把它支撑住。然后对于这种大的可动人偶来说，我觉得它的可动倒也没有特别需要强求，毕竟买这个我感觉大家主要还是为了它的尺寸，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配备了3个吞心使者吧。OK， 首先是我们的隐隐侠，然后我看到它箱子里其实只给了这么一个特效键，我觉得还是蛮不解的。然后它的涂装，我个人感觉还是可以的，水波纹不是特别多，这样的金属光泽，只能说是中规中矩的一款6寸人偶吧。然后它的可动和正常的素体没什么区别，然后它是也有蝴蝶关节。然后它还配送了这个行星吞噬者可以将它拿在手上的一个配件和一块滑板，然后当然这个是有点紧的，然后大家把玩的时候要小心蹭掉漆。而后是这样一个角色，星星好像是叫，然后这个的漆面就有点怪了，你看它胸口的地方有很大的水波纹在，但其实我感觉它素体的素质还是可以的，关节非常紧实，然后素体的素质我觉得就正常的女性素体素质我感觉还是可以的，只是它这个涂装是真的有一点难看了，它身上的涂装大家仔细看可以看到很大的水波纹在上面，当然主要是为了吞书才买这个，所以这个我也不会有太多强求。然后这有一个火焰特效，它也是可以和刚刚的银华一样，可以拿在吞书的手上，然后如果把它卡进去的话，可以看到是2个接触点，这样接触住。而后也是我这个3个吞心使者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这个吞心使者，它用料非常的扎实，然后密集恐惧症可能看到这个有点难受，它身上全是疙瘩。这样一个用料和这样一个体型，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毕竟我也是冲着这种体型来的嘛。像平常买的浩克啊、蚁人这种大尺寸的东西，我都是非常喜欢的。总的来说就是这样一个3个吞心使者。OK， 那么现在呢，我把它和这些正常的6寸小人放在一起，可以看到它的身高也是十分的庞大。如果你喜欢6寸的造景呢，把它放在6寸小人当中，绝对是非常震撼的一个存在。OK， 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款玩具的价位就现在是在3000左右的一个程度。我个人的话是2800块入手，然后还有加上100块的运费，因为这个大家伙需要考虑到运费，那可以算是2900入手。然后我感觉2900的话和 Hot Toys 玩具的价位其实是差不多的，但冲在它的这个质量上来说，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好，也是沿用了一贯 Marvel Legends 的质量吧。但是呢，冲在这个大小上和这个震撼程度上来说，我觉得
这个价位我个人还是能接受的。然后包括它和它的发售价位来说是现在是持平的那种状态。如果想要入手的话，我觉得现在也是可以一个入手的好时间，不像是之前众筹的哨兵，以及之后要出的各种蚁人啊这种，我感觉后期涨得会比较厉害。像哨兵它已经涨到了将近要5-6千块钱，然后如果大家还需要一个这样大体量的 Marvel Legends 人偶的话，我感觉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推荐。当然，它现在也是史上最大的一个 Marvel Legends 人偶。OK， 谢谢大家，这里是魔幻小周。而后我们看到上期其实是有一个奖品要送出的，然后可以看到这里其实算上重复的话，不算重复的话，一共是6个人。那么就是第1个和第4个是同一个人，那我们就不算，从第2楼开始算，一共有6个人，那我们就可以来一个6个人的抽奖，抽到几楼呢？就是几楼拿到奖品。OK， 是6楼拿到的奖品，看一下是哪位。OK。OK， 那么现在我是联系到你了，如果可以回复我的话，我会把奖品寄到你的家里。好，在这里我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这里是魔幻小周。